今天来做一集特辑，聊一个最近很萌的设计工具 Framer。它最特别的地方是，你用画图的方式做设计，按一个键就变成真网站。而最近，它把人工智慧直接搬上了滑布。我们从头看起。Framer 你可以想成 Figma 那样的自由画布，在上面排版、拉图、调样式。但不一样的是，设计完按下 Publish， 它就直接变成一个速度快、搜寻引擎友善的真网站，不用再找工程师中做一边。它来头不小，两位荷兰设计师 Koen Bok 和 John van Dijk 2014年在阿姆斯特丹创立。更早他们的工作是被 Facebook 收购，还参与了 Facebook 的讯息和广告。Framer 本来是做原型的工具，2022年才转型成做网站的平台。为什么值得专门讲？因为它红得很快，大约50万个每月活跃用户，数十万个网站，像 Perplexity、Scale AI、Miro 的官网都用它。最近一阶 Y Combinator 新创有40%用它加展。去年8月，它募到1亿美元，估值冲上24亿，年营收1年内从2500万翻倍到5000万。一个做网站的工具能这么猛，背后的引擎就是接下来要讲的人工智慧。真正的专列点是 Framer 把人工智慧直接搬上设计画布，叫它 Framer Agents。跟旁边开个聊天框最大的不同是，它就在你要上线的那张画布上动手。你打一条斜线，叫它把这区改成3栏，接上部落格的资料库，或把整页风格统一，它就直接改在你的正档案上。你还能跳用那颗大脑 Sonnet、Opus 还是 GPT。重点是，它改的是你真正会发布的网站，不是另外丢一宝程式码，叫你自己想办法解。那 Framer 在 Agents 上到底下了哪些功夫？有4个地方特别用心。第一，它有一套教学的技能的设计，把某一类工作的做法改用什么工具、受什么规则、管理是什么，打包成课中用的技能包，先教会他这种人物怎么做，而不是每次从零踩。第二，你还可以在专案里放一份规则档，把团队的标准和限制写进去，他就会照着做，不会乱来，等于给他一本我们家的工作守则。第三，他生出来的东西是真的能用的。Workshop 生的是可以直接上线的 React 元件，还会自动沿用你专案的字体和颜色，跟品牌一致，不是示范完就丢的程式码。第四，他不把你绑死，透过一个叫 MCP 的开放限定，你可以把 Claude、Cursor 甚至你自己的语言模型接进来，直接操作你的专案，批次盖内容，做搜寻引擎几何读型。一句话，你的 AI Framer 的画布。它跟其他做网站的 AI 工具差在哪？2026年这类工具其实分2派，一排是程式派，像 Villian Lovable， 给一句话生出一整包能跑的程式吗？很适合左右登入有资料库的产品，但你拿到的是一个工程专案，得用工程师的方式管。另一排是设计排，像 Framer 和 Webflow 的 AI， 直接在视觉画布上做出漂亮能马上发布的网站。Framer 在设计排里主打的实质感、速度、地门简的平衡，最适合行销业、官网、作品集，所以今年很流行的搭配是，行销官网用 Framer， 背后的产品用 Lovable 或 Vlu， 各做个最强那段。Framer 的赌注很清楚，当设计这条线上 AI 动手能力最强的那一个。连起来看，设计工具正在自己长出手脚，从人画、人写程式变成人描述 ，AI 动手，设计师更像导演，定方向，给品味，把关品质。对个人和小团队，过去要一团队才做得出的网站，现在一个人就有机会。但老实说，它不是万能 ，AI 生的东西仍要忍受味。它的 Wireframer 又是会把手机半排版弄坏，连接接错，原生也还不能生图，要靠外挂。它最适合以画面为主的网站，复杂后段，大型电商就比较吃力。费用是订阅制，免费到大约每月30美元。
一句话总结，设计工具的下一步，重点不再是让你更好画，而是它会自己动手做，还让你把自己的人工智慧接进来一起做。Framer 只是这条路上跑得最快的一个。这集就到这，我们下次见。